过去10年，新加坡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最低20%家庭的学生，在24岁前升读全日制公立大学的比率从15%提高到了23%，整体学生的大学升学率也从28%提升到42%。教育部长李志坚更是在国会书面答复中明确表示，政府会继续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经济援助，确保经济因素不会挡住孩子的教育志向，同时与其他机构合作，扩大导师辅导计划，帮助学生更自信地应对升学和就业的衔接。这不是一条励志新闻，也不是一则情绪安慰，它所传递出的信号是，新加坡没有假装出身不重要，但它确实在用制度把出身对孩子未来的压制一点点减轻。今天这篇我们就来聊聊这8个百分点的提升是怎么实现的，以及为什么它比 GDP 数字更能说明这座城市的底色。我们先从生活讲起。如果你是新加坡家长，你应该很难对教育这件事真正放松，因为这里的焦虑从来不只是分数。在房贷、照顾老人、生活开销等压力下，教育很容易被看成整个家庭未来的关键筹码。所以普通家庭最怕的从来不是孩子一时考差，而是怕走错一条路，后面越来越难追。因此这也是开头数据值得认真看的原因。它不是在讲一个天才翻身的故事，而是在讲普通家庭孩子进入大学的概率确实发生了变化。这说明至少在大学这条核心通道上，机会比10年前更大了。所以接下来真正重要的不是感动，而是看清楚这8个百分点到底是怎么来的。我们先讲一个很多家长会忽略的点，升学率的提升不只是因为孩子更拼了，更底层的变化是因为整个大学的通道本身就在变宽。原因很简单，同期整体学生在24岁前进入全日制公立大学的比率从28%升到42%，说明变化不是只发生在弱势群体，而是整个系统的容量、路径和节奏都在调整。再往前看，教育部长陈振声在2024年提出，未来10年，新加坡同届生的终身大学参与率要从约50%提高到60%。这句话很关键，它代表国家不是等机会自然变多，而是在主动扩高等教育入口。很多人理解公平，还停留在同一批孩子考同一张卷子。但如果大学通道本来就很窄，再公平的筛选，最后也还是大多数人被挡在门外。真正有力量的公平，不只是考试更公正，而是门更多了，时间更长了，路线也更丰富了。这正是新加坡这几年最值得家长重新认识的地方。它不是把所有孩子都往一条学术路上挤，而是在做多路径衔接。现在的大学不再只是青春期的一场抢位战，而是一个更长周期的人才培养系统。竞争当然还在，新加坡也不会变成没有筛选的社会，但筛选的结构在变，它正从单点淘汰，慢慢走向多路径分流，从一次性判断慢慢走向阶段性再进入。至于真正让升学率持续改善的，是新加坡在同时拆3种门槛。第一种是经济门槛，这最容易理解。很多家庭不是不重视教育，而是太清楚现实成本。大学学费、交通、生活费叠在一起，足够让一些家长在孩子还没申请之前，就先在心里放弃。所以助学金、学费贷款这类工具的意义，不只是补一点钱，更是把原本模糊的恐惧变成了可以承担的安排。但只有钱还不够。第二种门槛更隐形，就是信息门槛。很多资源较少的家庭不一定缺能力，反而常常缺路径认知。什么时候申请？课程怎么选？什么条件够资格？这些信息在资源丰富的家庭里常常是自然流动的，可在资源薄弱的家庭里，可能根本没人讲，也没人问。于是很多孩子不是输在成绩，而是输在不知道自己原来可以进场。这也是为什么学校辅导、导师支持、社区合作这么重要。制度如果只给名额，不给导航，最后最会受益的还是最会使用规则的人。真正的机会公平，必须包括看得见路、走得到路，也有人带着走一段。第3种门槛是家庭支持门槛，这一层最难，
也最关键。很多教育问题表面上是成绩，底层却是睡眠、情绪、家庭稳定。Uplift 计划之所以值得重视，就在这里，它不是等孩子到了大学申请阶段才来补救，而是更早处理那些会让孩子慢慢脱轨的因素。学校、社工、社区、家庭一起介入，目的很明确，就是别让一个本来有潜力的孩子因为环境因素而掉队。这也给家长一个很实在的提醒，不要只盯分数，你更要盯3件事：家里有没有因为怕贵而过早否定升学？孩子有没有掌握真实路径信息？孩子的日常状态有没有稳定到足以接住机会？很多时候，真正把孩子拉开的不是智商差，而是有没有人持续帮他跨过这3道门槛。所以，对家长来说，今天最需要调整的不是让孩子再多上一门补习，而是升级自己的升学判断模型。第一个升级是把路径从单线思维改成网络思维。以前很多家庭心里只有一条正路：好小学、好中学、JC、公立大学，中间某一段没踩准，就觉得前面都白费了。但现在的新加坡教育更像一张网络，不同节点之间有衔接，有回流，也有再进入。你当然可以争取最顺的那条路，但不能把其他路径都当成失败。对很多孩子来说，适合自己的节奏比最早挤进最窄的通道更重要。第二个升级是把时间从一次定终身改成长周期累积。24岁前进入全日制公立大学当然是一个重要口径，但它不是人生全部。未来同届生终身大学参与率要提高到60%，这本身就在告诉家长，高等教育机会正在往更长的生命周期延伸。今天没直接进去，不代表以后没有机会。有战略眼光的家庭，不会因为孩子某个阶段慢一点就立刻慌乱，而是会看他还有哪些台阶能继续往上走。第3个升级是把家庭投入从只堆学业改成学业加路径、信息加支持资源。有些家长愿意花很多钱补习，却对助学金、贷款、升学机制几乎不了解，这样其实很吃亏。因为在一个制度工具越来越多的系统里，谁更会使用工具，谁就更可能把普通条件转成更好的结果。尤其对资源有限的家庭，这不是附加项，而是核心能力。所以这条新闻真正值得记住的是，新加坡教育正在证明一件事：教育公平最有力的证据，不是说得多漂亮，而是普通家庭孩子进入大学的概率真的在上升，15%到23%，28%到42%。未来还要把终身大学参与率从约50%推到60%。这些数字背后是制度的不断迭代和更新，扩容、助学、导师、早期干预、多路径衔接。它没有让竞争消失，但它在努力让出身不再那么轻易决定结果。如果你是家长，我希望你今天带走一个判断：别只盯孩子眼前那一次考试，也别太快替孩子宣布没有机会。先把路径看懂，把资源摸清，把时间线拉长。很多家庭真正错过的不是能力，而是已经打开的门。如果你认同这种更清醒的教育视角，欢迎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最想我下一期继续拆哪一块。